么这节课呢，就是教大家卸钻和日式留一层的重复利用的所有的细节教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用到这颗平头的卸钻头，用到的档位是 F 档，钻数大概是在15左右啊。我们卸钻最重要的是卸钻，并不是去卸除钻的钻体，而是去卸除包裹住钻的缝隙里面的胶。要做留一层的情况下，注意我们一定是什么呢？不能去往下过于用力的去把我们的底部的这个打底的这个胶体全部都磨掉，一定是侧着去磨我们的胶体，因为我们要做留一层，底下的这层底是要完整的保留下来的啊。你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款式是非常多饰品的，非常多饰品，所以我们要有耐心一点，把它整个卸除。要卸除的地方都是我们这个饰品缝隙或者是侧边的这个胶体。受力是往侧边或者是中间的这个饰品内的缝隙里面的胶体去做，而不是下压到甲面，这个细节要记住一下。好的，老师再用微距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钻与钻之间缝隙的胶体，像这样子侧边往缝隙里面去用力啊，一定要像这样子把它的这个所有的胶的填充给磨松散了，所有的缝隙里面的胶给磨松散了，我们才能用卸钻钳去钳。不然我们直接钳的话，会使得我们的底部的这一层底整体剥落，出现一个空洞，就整个被我们抠掉了，硬生生的扯掉的情况下，顾客的甲床会觉得非常的疼。并且还有一个注意细节，就是我们不要去打磨饰品面上的胶，不用管它。而且像这种金属的，你打磨它面上的胶是没有意义的，还容易打滑。在整个卸大钻的过程当中，打滑是很经常出现的事情，所以我们小拇指一定要在顾客的手部像这个样子找到一个什么支撑点，手稳一点点，轻微的打滑自己不要害怕。卸钻不是卸饰品本身，卸钻是卸包裹住饰品的胶啊，这句话大家记在脑袋里面，然后实操的时候反复去注意到这个要点，你就可以完美的把钻卸下来，饰品卸下来的时候不伤底。好，我们缝隙与缝隙之间的胶打磨的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卸钻钳去轻轻的翘起它这个边，因为我们的边际的这些缝隙里面的胶它其实都已经被磨掉了，所以就很好卡进去，轻轻的去翘。在撬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咨询一下顾客会不会疼，甲床疼不疼。如果你的胶体是充盈的、满的，没有被打磨的话，你这样子去撬的话，它是撬不起来的。你叫生拉硬扯，你生拉硬扯的情况下，你的底胶都会被你扯起来的啊。所以一定要先卸掉饰品与饰品之间的胶体，然后我们再去撬起我们的饰品。我们可以看到老师钳掉了底下的这个款式，亮片都是在的。卸掉了指示上面的饰品，看得见吗？卸掉的指示上面的饰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就是完整的卸除了上面所有的饰品，但是底部的这个打底的底下的底层的款式就完整的保留下来。这个样子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去做留一层，不然是做不了留一层的。接着我们去使用这个快速卸甲头，注意它的这个硅胶帽一定要盖下来一点点，但是要有一个缝隙。这个硅胶帽就是在我们在卸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是保护我们的笔的这个腔体里面不要进入过多的灰尘用的啊。但是一定要有留一个缝隙进行使用，这个叫保护帽、防尘帽。一样，卸钻和卸甲的钻数是一样的，都是15左右啊。像这个直直的压下去，把后缘先磨掉，然后侧边用的都是头部，然后中间大面积的我们就用这个腰部，快速的把款式封层都磨掉。然后如果顾客就是这次过来换款，我们做留一层的情况下，换款它可能长出来就会觉得太长了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打磨头，打磨我们指甲长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斜过来一点，然后直接进行打磨。调整延长甲的长度，甚至甲型，比如说这边比较厚，我们要把它调整成一个什么呢？瘦一点的梯形，也可以直接用打磨头进行调整。
然后再用纱条进行精修，这能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啊。好像这个样子就完整的卸除了我们的款式了。接着我们更换这个留一层的卸甲头，转速开到10左右啊。留一层的时候转速不要开得太高。我们来打磨修行整个甲面上的所有细节，还有我们要保留着胶的厚度。靠近皮肤的地方用头部。然后从侧面把我们的甲面打磨平滑啊，从侧边去看一下，然后从指尖再去看一下这个左右的厚度均匀度是不是一样的。然后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后缘的这个衔接处，看得见吗？一定要是无痕的。从正面、侧面去看，这整个衔接的地方都是无痕的，这样我们的留一层就做好了。我们先使用打磨头把我们整个留一层的整体框架都打好了之后，再用纱条进行我们甲型的精修。这边拉直线。我们因为已经用打磨头调整好了这整个的厚度嘛，所以我们的这个侧直线也不需要去磨得太狠，基本上就是用打磨头先把我们的大型做出来，然后纱条就是精修我们的轮廓线。那如果你一开始对打磨头的使用不够熟悉的情况下，不建议去用打磨头把这里磨太多，稍微多留一点，再用纱条进行精修。侧我们的底部轮廓线和侧边的这个侧直线贴住它去磨。好的，整体的甲型这样子就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侧直线，然后还有这个侧边的厚度，看得见吗？一整体的这个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接着我们来做前处理，使用到的是这个 mini 的圆尖头，直接开边，然后转速是15左右。画半圆贴住侧面，打磨头平躺在甲面上，然后进行一个开边。侧边的缝隙、侧线彻底的给它分开来。我们圆尖头开完边之后呢，用这个粉标的小梯形头，进一步把死皮给它推立起来，方便我们一会儿去修剪。然后我们用死皮剪剪死皮，顺着甲廓剪一刀退出来，转换一下死皮剪的角度。好，用死皮剪精修干净我们这一块橡皮筋了之后，再用我们的这个小平头去过一遍我们的甲廓，把藏在我们刚刚那一条宽死皮线底下的这些小碎皮给它打磨干净，然后进一步分离开来我们的甲廓，让甲廓和指甲没有任何一点的粘连，我们一会儿去涂胶的时候就会更方便。然后打磨过后粘连在甲廓上的这个小毛刺，我们就用死皮剪给它剪掉。好，像这样子，橡皮筋的死皮就修剪干净了。然后我们使用前置处理液，搭配这个大圆头进行皮肤刀口的抛光。因为这个是4倍浓缩嘛，我们取少量的一点点就够了，涂在我们刚刚死皮剪剪过的这个有刀口的地方，然后拎起甲廓的皮肤进行刀口的打磨。因为我没有硬剪，所以我不需要打磨硬剪，皮肤一定要这样撑开来的去打磨刀口。
然后我这个大拇指甲廓是很大的，它就适合用这种大圆头去做，它这里是甲廓是有厚度的。那么如果那种顾客甲廓的皮肤比较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1号的大圆头、小圆头啊，进行我们的进行皮肤的抛光。抛光好之后，我们来清洁干净甲面。光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效果了。我们刚刚用砂条已经把这个留一层的底部的这一块进行了刻膜，后缘还没有进行刻膜。像这种精细刻膜，它很靠近皮肤的地方的话，我们只做这个皮肤靠近皮肤或者是本甲，就用这颗打膜头，本甲刻膜头。那如果你是贴甲片，你并不是像这个样子留完底了，我们已经用砂条打膜了，你要进行这种大面积的甲片刻膜的话，就推荐使用这个纱圈头，因为它面积更大更快速啊。要注意，然后我们来做刻膜的情况下，不管你是用这个本甲刻膜头也好，还是纱圈头也好，我们刻膜的目的是在于创造划痕，而不是磨薄本甲，所以我们的转数是开到很低的，开到4000转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进行后缘新生出来的这个指甲的部分的刻膜，靠近皮肤的地方，精准刻膜，有划痕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砂条没有磨出划痕的地方，确保整甲面都变成了雾面，然后侧边靠近皮肤的侧线，像这个样子刻膜就完成了。清洁干净甲面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做完留一层的整一个效果。接着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做留一层应该是用到哪一些步骤。首先第一个是卸钻。卸除的是胶体，要记住。然后用我们绿标的这个快速卸甲头，卸甲头打磨掉封层款式，修整我们大致的甲型和指甲的长度。最后用我们的留一层的卸甲头进行精细的面部的这个甲型的修整接着我们是使用砂条进行我们的精修甲型的这些侧直线、锋利的这些线条，用砂条。这是整个卸甲和卸钻的步骤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是用到的大师版的打磨头嘛，卸钻头它是没有平替的，就这个大师版的卸钻头是真的是最好用的。但是如果你是预算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到什么呢？我们的专业版，一样一个绿标一个蓝标去替代我们这个组合。那如果你就是手不是很稳的情况下，推荐大家使用专业版的绿标和黄标的一个搭配去做日式留一层。然后卸除完修好甲型，卸除完胶体，修好甲型之后，我们来做皮肤的前处理。第一步是用我们这个蓝标的 mini 圆尖头来进行开边，开完边之后，用它进一步推起我们的死皮，然后用死皮剪修剪死皮，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它打磨一遍，藏在我们刚刚剪完了之后的那个甲廓里面的小皮屑，这样我们的皮肤橡皮筋的那个部位就处理干净了之后，我们进行皮肤的刀口的打磨，我们的圆头搭配前置处理液进行一个刀口的抛光。如果你的甲廓像老师这个样子是比较厚的、有厚度的，我们就用大圆头。那么如果是那种很扁平的厚甲廓，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厚度的，我们就用小圆头进行一个抛光。那么最后就是刻膜了。靠近皮肤的地方的本甲刻膜，就用这颗本甲刻膜头。那如果你是贴甲片，你面上没有膜，你需要刻膜甲片大面积的话，就是这一颗纱圈头。这样一整个前处理的流程，我们日式留一层前处理的流程，一整个的流程我都给大家总结了一遍。好的，留一层做好了之后，我们来进行换款。首先我们涂抹底胶，中间大面积快速涂抹好了之后，我们取少量的胶，慢慢的去推后缘，无限接近皮肤，但不要碰到掰开甲廓的皮肤去涂抹，侧线一定要涂抹到位。底胶就是正常的薄涂就可以了，我们去照灯60秒。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用 mixing 就是相对硬一点、固化后更硬的一个加固胶去做一个什么呢？去做一个建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现在的一个饱满度。为了我们的延长不会断裂一定要做一个加固，做建构。同样，先平涂一层加固胶，大面积平涂，然后靠近皮肤的地方稍微慢一点点，无限接近皮肤，但不要碰到。侧线一定要涂到位。第一步就是先找范围，然后取一大坨胶，根据你甲面的一个大小和长短进行取胶放在后缘。
拖动胶体，滑胶的感觉啊，不要往下压的刷胶。这个胶珠一定是拖着它去涂的，而不是刷。有气泡可以给它带掉啊。像这样子拖动胶体的去刷。换小笔，看一下甲面有没有特别的凹陷处，把胶带过去。接着我们倒置，找甲面的最高点。日式跟俄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甲面的高点是在整甲面的1/3处啊。然后从正面看一下它指尖的左右的厚薄度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就可以去照灯了。我们照灯60秒。好的，加固照完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做完建构之后的一个厚度，会比刚刚更加饱满，但不是凸起啊，是饱满，不是凸起。然后我们去平涂一个目标色。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顾客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可以做一个渐变的感觉。先打一层底，照灯10秒，然后接着再做第2层的渐变。一样照灯10秒。根据顾客的想要的一个饱和度啊，我自己个人不喜欢那个指尖的这个黄线太明显，所以我再叠加个1层。但其实这样通透的感觉已经很漂亮了。好，像这个样子，照灯10秒，这样渐变的打底我们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我再做一个亮片的渐变，做一个层次的叠加，在指尖上有一个亮片。亮片的话，它不是刷出来的，是用我们的笔直接拍出来的一个渐变啊，技法不一样。好的，同样去照灯10秒，然后我们再来补一下我们的亮片，让它的渐变层次感出来的效果更好。好的，像这个样子，我们的亮片渐变也完成了，照灯10秒。最后我们去涂抹封层，一样先大面积的涂抹。整甲面涂抹完成之后，我们用小笔去勾勒一下后缘靠近皮肤的细节。倒置一下，一样调整一下高点。好的，像这个样子，我们去照灯2个60秒，这样我们的封层才能更加的光亮、更持久。好的，封层照干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整体的厚度和换款。这样我们的卸钻，然后卸甲、日式留一层的整个流程，包含换款的整个流程，就给大家展示完成了。我是俄麦的日式美甲老师默默，有任何不懂的，大家可以进学习群咨询我哦。拜拜。